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修一台这个格力的电扇，它的问题是可以开机，开机以后这些所有按键都不能使用了，然后用这个遥控器也是一样的，它也不能正常使用。拆开以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主板，这些按键我已经测量了，它都没有问题，它也不坏，然后也不漏电，还有这些色环电阻，这些小元件都检查了，都没有发现问题。我怀疑是这个电脑芯片有问题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坏了以后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更换，它里边是有程序的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就需要采用另外一种维修方法，也是最简单实用的。这个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主板给它换了，给它换一个万能的主板。这个主板我们看一下，非常小巧，它是直接带遥控的。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这是遥控器。然后这儿就是一个主板，这板子非常小，安装的话也比较简单，看到了是吧？这个是遥控器的感应头、接收头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来装上去，把这个拆掉就可以了。它的功能也非常全，和原先的功能都是一样的。换这块板子也比较简单，不需要用烙铁往上面焊接，直接用螺丝刀拧上都可以了。我们看一下接线，这边1、2、3，这是3个档位，然后这个是接摇头这个电线的，然后这儿我们看一下，这两个是220的电，这边是公共端，就是接在这个电机上面的公共端，就是黑色的那条线。它的接线对照方法非常简单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宽慢档这儿啊，这个红的是快档，白的是中档，然后蓝色是慢档。然后我们把这3条线分别接在这儿就可以了，这儿就是3，就是高档，然后这儿是白色，这儿是蓝色，这个黄色的这个是摇头的，我们把这条线给它接在这个摇头的位置上面。然后这个220的电我们接在这个101户，接在这儿，这个黑色的公共线我们接在这个公共端就可以了。接好线以后，我们就用螺丝给它固定起来。固定起来以后，我们看到没有？这是个遥控器的接收头，我们把它固定在这个窗口这一块，然后到时候我们用遥控在这儿就可以操作了。我们先开机试一下，看能不能使用了。没问题是吧？可以开机，然后风速选个2档、3档都可以，然后再选个1档，然后试下摇头，也可以正常摇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视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换手机卡的时候没有专业的取卡器，怎么把这卡拿出来更换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方法，很轻松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出来。很多人以前也分享过这样的视频，说是可以找一个针，但是呢，像这个针年轻人一般用的都很少了，大部分家庭都没有这样的针，那么怎么办呢？还有些人分享的说是也可以在家找一个这样的回形针。但是这个回形针也是很多家庭都没有。其实呢，我给大家分享的方法呢是这2种我们都不需要。给大家分享这2种方法呢，第一种就是可以用一个口罩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卡给它取下来。然后呢，第2个方法就更简单了其实呢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把卡取下来。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用这个口罩如何把这卡快速的给它取出来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拿个剪刀把这个口罩这边给它先剪开，剪开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里边这个固定的这个先给它拿出来，拿出来以后然后把这个外边这一层给它先去掉。我们来看，去掉以后，这个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铁丝的形状，然后我们把它给就这样折一下。折成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用这个就可以快速的来取这个针了，取这个卡了。像这口罩无论是报废的口罩或者是其他的口罩，你看都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卡给取出来。怎么样呢？你看特别轻松，是不是？就这样的往里面一捅，轻轻一捅就出来了。你看非常的容易，非常简单，是吧？然后呢这个方法大家学会了，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第2种方法其实呢我们不用它也是可以的。首先呢，就是可以在家，你看，找一个壁纸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稍微薄一点的这个刀片，
我们用这刀片也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卡给它取出来。我们来看，用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找这个尖的位置啊。你看，就这样轻轻的插入一丁点以后，然后这样一拨，你看怎么样呢？轻轻一拨，这个卡也就可以轻松的取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啊，你看着吗？就这样放进去后，轻轻一拨，哎，就出来了。方法非常的实用啊！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呢，可以我们共同讨论学习一下。感谢大家观看。很多人在焊这个电线的时候，很不容易把这个线给它焊上去。即使就这样勉强的把它给焊上去了后呢，但是呢，你看一下，轻轻的就这样一拔就掉了，焊的一点也不牢固。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焊接过程中的一些技巧，以及遇到的一些问题。我们在焊接之前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，一定要记得先在焊接的这个位置上面，给它第一步先给它加点焊锡。我们看，给它稍微加多点儿，哎，加焊锡，加完之后，然后下一步呢，在这个电线这个头这边给它来点珠焊膏。如果没有珠焊膏就来点松香也可以。蘸点松香以后，接下来给它先上点焊锡。在焊接导线的时候，先给它烫锡、挂锡。你看，挂好锡以后，然后呢，再往上面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焊完以后它的效果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焊好线以后非常的圆润，也非常的饱满。你看，这样无论怎么拽、怎么拔，这个线它也不会脱落。即使把这个线给它拽断了，它也不会拽开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一个在焊接过程中它的一个技巧。然后呢，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，像这种电线假如我们焊之前的也是一样，你看先给它来珠焊膏，假如来完珠焊膏或者是松香，给它蘸完以后，我们不是到这边开始给它上焊锡了，是吧？假如这个焊锡怎么上也上不去，不挂焊锡挂不上怎么办呢？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说明这个电线一般就出现了氧化才出现了问题，我们要把这个氧化层给它解决掉才可以。解决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就用一个刀片先把这个电线给它刮一刮，把上面的氧化层给它刮掉。因为有氧化层以后，它是沾不上锡的，不挂锡，自然它也是焊不上的。你看，把这个氧化层刮掉以后，然后呢，再来点珠焊膏或者是松香。弄完以后呢，还是先给它上漆，先来点焊锡，上锡。我们来看，这样呢，它就挂锡了，是吧？你看。是不是上面有锡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再往上面焊，焊的时候也是一样一定要记得在这个上面给它先多来的焊锡，只有焊锡多了、饱满了，它才会焊得更牢固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焊点，也非常的饱满，而且这样也非常的牢固。我们来拽一下，即使把它给拽断，它也不可能掉。我们来看用力拽，用力拔，你看没有？抓断了是不是？这个焊点它也没有掉。这个就是在维修过程中焊接电线的一些技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呢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家里的电脑坏了，或者是电饭锅坏掉了，上面这电源线不要扔。原来用剪刀把它剪开后这样接，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，在生活当中非常的有用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，把这个线呢从中间的位置我们给它剪断。剪开后呢，我们首先给它先拨出线头，然后呢，这两个其实都有用。先来分享一下这个，拨出线头之后，然后把这个线这样给它对折，给它像拧麻花一样给它先拧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找个铅笔插座，或者是找一个插排也可以，然后呢，给它接在这个插座上面。我们拧紧螺丝。有的些像插排，我们买的时候没有电源线，或者是插排上面这个电源线烧掉了、坏掉了，比如就这个，你看，或者是没有电源线，或者是这个插头坏掉了，我们就可以接个这个电源线插头来使用。你看没有？它带插头还有电源线，这样呢就一个移动插排就制作好了，在生活当中非常实用，是不是？
然后呢，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插头它的作用啊，其实它就更多了。然后我们看把两条线也是一样拨出来之后，也是在这儿接一个插排。其实这个插头用处是比较多的，有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它的一个特殊的功能。我们把这3条线分别都给它接上，接好以后，然后呢给它缠上胶带。我们看什么颜色还接什么样的颜色，接好以后我们就这样缠好胶带，做好绝缘。就这样接好了以后，它有什么用呢？我们来看，把它插在电动车上面，然后呢这边我们看啊，可以接一个手电钻。我们看可以带手电钻用，然后呢角磨机也可以用。是吧？其实手机的充电器也可以给它充电，怎么样啊？这个功能是不是非常多？是不是也非常的实用？所以呢，以后家里有这种坏掉的电饭锅或者电脑什么电源线，就不要再扔掉了，这样用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是一个跳广场舞的音响，它这个电池不耐用了，我们今天给它制作一块电池。原先的电池不耐用了，客户自己拆下来把它给扔了。我们用4节18650电池加一个7.4伏的充电保护板，给它做一个电池组。原先是2节它的容量比较小，用的时间短，我们直接用4节。制作方法非常简单，我们直接用烙铁往上焊接就可以了。先把这2节电池给它并联起来，然后我们再焊接负极这一边。实际上不用点焊机，烙铁焊的话也比较轻松。我们把这2节电池也这样给它并联起来，把这2组电池都焊接好以后，我们给它用胶带给它固定一下。这儿是负极，这儿是正极，我们用胶带缠一下。现在是每组3.7伏，我们给它串联起来，就会变成7.4伏了。然后我们给它接上正负极的线，负极在这个位置，正极这儿也接一条，然后在这个背面它们串联的地方，我们再接一条线，一共是3条线。我们现在就需要接这个充电保护板，电池组保护板上面看一下，一共是5条线。我们把这个 B 加就是电池的正极，我们把它给焊上去，然后这个 B 减就是电池的负极。这条黄色的线我们接在这个 BM 这边，中间这2条就是输出，电压输出，这个加号就是正极，减号这儿就是输出负极。焊接好以后就这样的，中间这2条是输出，它也是输入，是公用的。我们现在就用绝缘胶带给它都缠一下，起到一个保护作用。现在把这个电池我已经装上去了。如果朋友们家里面如果遇到像这种音响电池不耐用的情况，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来改装一下。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，开机是没问题的。欢迎使用金正音响 USB 播放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，它的问题是不通电了。我们先看一下，没有任何反应，指示灯也不亮。我们给它拆开来检查一下，
在维修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拆开之后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主板上面的原机件，看看有没有烧坏的。如果有明显烧坏的，我们就需要给它更换掉。这一面是没有啊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面，这边也没有发现明显有烧坏的。刚才在我们通上电测试的时候，听到这个通电的时候，这儿有轻微的打火的声音，就证明这个电容上面肯定是有300伏的。我们现在给它通上电，再检查一下这个主滤波电容上面的电压，看是多少。看到没有？有打火的声音是吧？然后我们用温按表测量一下，326伏，这个高压是有的。然后我们给它断电，然后再测一下这个电容，看它这个电容上面的电压降得快不快。降得比较慢啊，你看没有？这老半天了，还有100多伏。像这种情况都是这个电源没有起振引起的。电源不起振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3842它的第7角有没有电压。如果它没有电压的话，它肯定是启动不了的。第7角是它的启动电路，这是一个贴片式的3842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第7角在什么位置。这个芯片这儿有个点儿，这儿就是个标记。我们从这儿开始数，这儿就是第1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个引角就是第7角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第7角这个电压是从哪儿来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儿是有个300伏主滤波电容，这个正极这边看得一下啊，到这儿是连接几个电阻，这几个电阻它就是启动电阻，然后就到这个第7角了，是给它一个启动电压的。我们给它通上电来量一下，看它这个启动电压是多少伏。第7角也是和这儿相连的，我们直接测这儿吧，这儿好测。没有电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3842它是不会工作的。第7角没有电压输出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启动电阻。这个启动电阻实际上在维修的过程中它坏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启动电阻是多大啊？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有2个是并联的，然后分成3组串联在一起的。这个是104，就是10后边是4个0，它是100K，2个100K 并联起来就是个50K， 然后串联3个50K， 就是这个启动电阻是150K 的。现在这个阻值是146，这个阻值是正常的。然后这2个电阻也没有问题，这几个元件都没有问题。我怀疑是3842它内部电路有问题。我们把这个3842把它拆下来，我们拆这个没有风枪的话，烙铁也是可以拆的。在它的引角上面多上点焊锡，多上焊锡就是为了让它的温度提高一点，温度更高一点，这样2边焊接就掉了。把它拆下来以后，我们再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第7角有没有电。然后我们来测量，现在有75伏的电，问题应该就是3842坏了。我们换一个上去试一下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换好以后，我们再测量一下，看它的第7角电压是多少。12.6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电压正常了。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电压输出啊？看这个指示灯已经亮了，这个电池充电器就修好了。它的问题就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坏了，3842的问题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朋友们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修一台 Vivo 手机。这个手机的问题就是打电话的时候，别人听不到它的声音。像这种问题都是这个手机下边这一部分这个尾插小板有问题了。像尾插小板有问题以后，它也会出现不充电，还有就是打电话别人听不到声音，包括一些不能震动，好多问题都是这个尾插小板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手机给它拆开来看一下这个尾插小板，只需要更换一个就可以了。这是一款老款的手机，我们把它拆开，这个后盖是可以打开的。现在的新式手机有的就是在这个充电口这一块附近，一边有2个螺丝，把螺丝拧掉以后，我们也可以在这儿直接把它撬开。
有的是没有螺丝的，没有螺丝的情况下就是直接撬开的。反正每个手机的拆法就是大同小异，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能把它拆下来。如果真不能拆的话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教程。我们开始拆这台手机。把螺丝全拧完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个盖儿给它抠开。我们还需要把下边这个小板给它打开。这个上面是天线和振铃。在手机充电口这块小板就叫做尾插小板，这个是和上面带个排线，这也叫做是个尾插排线啊。总成这是一个，这是个松花器，它坏了以后就会出现打电话别人听不到声音。这是振动器，坏了以后就手机就没有震动了。这个就是充电的充电口啊，这是个尾插，它坏了以后就是不能充电了。像这种情况坏了以后，我们不需要单独给它们更换，单独更换的话也比较麻烦，有些新手可能也换不了，特别是这个贴片式的松花器，它不像以前老式的就2根线直接焊上就行了。现在这是四条线，后边应该是4个焊点，贴片式的。如果焊不好的话，这个松花器就坏了。所以说我们直接换个这个总成就行了。我这个在网上买的话也非常便宜，这个是9块9包邮的。手机型号不一样，它的价格也不一样，有的可能需要30、20。这一个是我新买的排线，这是一个总成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给它换上去就可以了。现在的一些手机啊，像这种的比较少，有好多大部分手机啊都是这样的，直接就是一个尾插小板。安装的话，直接这样安装上就行。这儿是有个卡扣的，排线往上面一卡就可以了。它是分开式的，不像这种，这个小板和排线是一体的这种。我们开始更换，把这个卡扣先给它抠开，这是显示屏的排线，然后把电池给它抠下来。排线这样给它轻轻的转下来，这下面粘的是双面胶，这边也是下边的双面胶，我们给它轻轻的翘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新的装上，这后边是自带双面胶的，我们先把这个塑料纸给它揭下来。很简单，这个直接粘上面就可以了。排线扣上，把电池再装上。换好以后，我们要先测试一下这个板子有没有问题，然后再给它装壳。手机修好是不是非常简单啊，朋友们？只需要换个小板就行，也不需要专业工具。视频今天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电池已经动了是吧？马上要掉。好，已经掉了，掉了是吧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苹果手机更换电池的教程。我们给它更换电池，首先要给它拆开。拆开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尾插，这边有2个螺丝。这个手机螺丝已经没有了，它这应该是以前修过。既然没有螺丝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拆平。找个这样的刀片，在这个尾插部分给它撬下去。有个缝隙之后，我们顺着这一块给它捋一遍，把这个屏给它起开。爆扣的时候，我们就用刀片往外撬一点。撬着稍微慢点，这个屏就掉了啊！掉了之后，我们手往下稍拉一丁点儿，然后这个屏就下来了。我们把这屏慢慢的掀起来，在这儿一定要注意一下啊！
这儿是平的排线，我们要慢点，不能把这个排线给它拉扯了。我们可以找个东西啊，放在这个位置，把这个平啊稍微往外倒一点，先把这个排线给它都拆下来。这个手机是少螺丝的，它以前应该是修过。盖板取下来以后，这儿有几个排线，给它轻轻的抠下来，4根排线，然后这个屏就掉了。这电池拆也特别容易，这儿有3条双面胶，我们把它给扯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们先从外边这一条开始拆，我们需要用镊子挑个边儿，然后给它往外拽，就拽下来了。旋转镊子，这样的往外拉，一边拉一边转这个镊子，一点点的这个胶就出来了。要拉点拽点，慢慢的来，不要太着急。如果太着急，把这个胶给拉断以后，这个电池就有点不太好拆了，就只能硬撬它了。我们要把这个整条胶都给它拽出来，马上就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已经拽完了这一条。然后这2条也是这样拽出来，我们开始拽中间这一条。当我们把最后这一条胶拽完以后，这个电池它就掉了。好，已经掉了。我们看看电池掉了是吧？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池这个排线给它抠下来，也是一样，先卸这个盖板。好，电池就掉了。换新电池之前，我们这个电池里边它都带这种双面胶，我们先把这个胶给它粘上，然后这儿还有一层，我们先把它撕下来。这一块是新电池，我们给它粘上就行，非常简单。然后把这个卡扣扣上，盖板再给它装上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安装屏幕。还是一样，在这边挡个东西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屏幕的这个排线。完事，屏装上去了，开始扣屏，然后上面是有个豁口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屏先扣上面，然后顺着这边往下按，这个屏就上去了，电池就安装好了。我们开机看一下，能不能正常开机？开机没问题。视频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才发现，原来用一个烟盒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，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，1秒钟就可以穿过去。这是我在农村看到一位老大爷发明的这个方法，当时呢把我给惊讶到了。平时呢这位老大爷喜欢抽烟，而且呢他也喜欢攒这种烟盒，收藏烟盒。有一天呢，他看到自己的老伴儿啊，就是穿针的时候呢，无论怎么穿，这个线也穿不进去，因为这个线啊非常的软，而且呢前面也毛烘烘的，穿的时候非常的困难，怎么穿过去？这个时候啊，老大爷自己呀就研究了一个快速穿针引线的方法。他是怎么操作的呢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就是老大爷啊，把自己收藏的这个烟盒拿出来以后，然后呢，他是把这个烟盒里边这个锡箔纸啊，给它先拔出来，拽出来以后，然后呢，他是找过来一个剪刀，把这个纸给它剪开。剪开以后呢，然后啊，它是这样操作的。我们来看，把这个纸啊这样给它对折一下，对折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它是把这个纸然后再打开，接下来把这条线给它放到对折的纸里面，放上去以后，把这个线往下捋一捋，把它弄到对折的这个根部这块，弄好以后啊，然后他把这个线这样折过来。当时把我惊讶到了，我想着怎么一张纸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呢？对折过来以后，然后呢，他找来一个剪刀，把这个纸剪一个斜尖出来。剪完以后，然后呢来看，就这个样子的。接下来啊，他就这样借助这个纸的力量，因为这个烟盒纸啊是锡箔纸，硬度非常高，你看这样很轻松就穿过来了，是不是？穿过来以后，然后啊，他用指甲掐住这个指尖以后，然后用力往这边拔，你看
粘一拔，这条线就过来了。接下来把这个纸拿掉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好用，是吧？农村老大爷也有自己的高明之处啊，研究出来了一个1秒钟就可以快速穿线的方法。如果你感觉这个方法也非常好用的话，可以点赞、转发、收藏一下，分享给你的家人。